他现在什么都不和我说，我不知道我们为什么会变成这样。我不敢和他说，因为他什么事都要管，最后还会让事情变得更糟。我不知道我哪儿得罪他了，他要这么烦我。我希望他管好自己就好了，不要操心别人的事儿，不然我真的不知道怎么和他继续下去了。有请这对情侣，有请。男嘉宾小马23岁，来自天津职员；女嘉宾小罗24岁，来自天津职员。欢迎两位，欢迎。在一起快2年了是吧？还是已经2年了？已经2年了。怎么认识的？还是上学的时候，然后一次朋友聚会的时候认识的。怎么了？我现在实在是不知道他现在是什么意思。他现在就最近就是他什么事情都不跟我说，然后也不带我见朋友了，然后也不带我去他们家了。为什么呀？就我现在已经不敢跟他说一些事情，不敢带他出去了。这怎么了？这姑娘？反正就我们在一起这么长时间嘛，然后一开始的时候觉得他这个人还挺热情的，挺好的。但是在一起时间久了，就感觉他特别爱多管闲事儿。你举例子，举例子。比如说有一天晚上半夜1点多，我正睡觉呢，他突然之间就起来，我迷迷糊糊的，然后就问他大晚上起来干啥去？然后他说隔壁阿姨狗丢了，大半夜要去帮隔壁阿姨找狗。那我心想，大半夜人家都不一定说去找，那你为什么非得帮这个忙？主持人，现在年轻人咱们睡觉不是都挺晚吗？我就半夜12点多的时候看那个社区群，然后隔壁老阿姨就说他们家狗丢了，挺大一只，然后就说要是有看见的可以联系他。那我就想，反正也睡不着，那狗丢了主人多着急，你就出去溜达一圈帮人看看呗。他那是闲的哈。不是，那要是找到了，那不就算办了件好事，不比躺在床上玩手机强吗？我第2天还得上班，他是没事情。他拉你去了吗？他倒没主动说拉我去，但是他一个小姑娘，大晚上1点多在外面，我能放心了吗？你看这男朋友不错。我想到他第2天要上班，我也跟他说了，我说你就在家里睡觉吧，我自己去溜达一圈我就回来了。那他非跟我去啊？不是，然后他回头他还赖我。他不是怕你没找到狗，你再丢了吗？反正他还总揽事情。之前我父母搬家，有一个父母当时结婚时候买的花瓶，感觉那个东西太容易碎了，然后就想先放一个安全点的地方。他就说可以放他家，可是后来呢，他又把他朋友家猫养在他们家，那只猫从他们家上蹿下跳的，把我们家花瓶打碎了。我本来都已经答应我朋友了，他出差嘛，那个猫在我们家放2天，主要他们家那花瓶这么大，那只猫才那么点儿，我没想到那只小猫能把花瓶弄碎，这就是个意外。而且我后来就是也找了好久，给他买了一个差不多的还过去了。这个事儿吧，反正就是生活里面无巧不成书，但是你父母心里肯定就觉得说这孩子做事不靠谱呗。没有，当时他爸妈可好说话了，就他在旁边一直不是孩子，我们能说你什么呢？但是我当时就是也挺自责的，因为确实是我主动要帮忙的嘛。那我后来也补偿了呀，你们家装修，我特意请假，然后去帮你们家监工嘛，不就是想弥补一下我错误吗？主持人就说起装修这事儿，你看我估计基本上的句式都是这样的，我干了嘛了，你要说到这儿，肯定就出更大的事儿，咱往下听啊。来，本来当时装修的时候，我父母基本也不用管，就偶尔去看一眼，看看进度啥的，看看工人怎么样。他可倒好，他请了1星期假，就成天从装修那儿待着。那您说我父母感觉一个小姑娘家从这儿待着也不太合适，感觉那肯定也得跟着他一块儿看着嘛。后来弄得我父母也挺尴尬，这个事儿添乱去了是吧？对啊，谁家装修你不得搁一个人看着？那要不然那些工人偷工减料怎么办？那你搁一个人在旁边肯定是好的呀。而且我也说了，不用叔叔阿姨去，每次叔叔阿姨去，我都让他们赶紧回去。是你光盯着也就盯着了，他还上手看工人有些地方做的那啥，然后他就想上去帮帮忙啊。帮忙，关键他不会嘛。然后后来装修完了以后，就把东西都拾掇上去嘛，拾到那个橱柜上，然后东西一多，那个橱柜就掉下来了，砸我妈身上了。不是，我当时是看那个工人干得满头大汗的，也挺累的，我就想，那我就找点我能干的，跟着搭把手，我也不能光在旁边瞅着呀。
但是他们家橱柜我也不知道为啥它就掉下来了，但是我真不是故意的。这姑娘啊，好心啊，净办错事儿。你要就为这点事儿，我觉得不值当，不是兄弟。他后来影响我跟我一些朋友之间的关系，就我朋友跟他女朋友吵架嘛，然后就把我朋友轰出来了。本来是挺正常的事儿，人家小两口吵架，我朋友嘛，然后就出来找我说借钱，从外面住一宿，然后这段时间过去了也就算了，没准就好了。然后我没钱呀，钱呢？我钱都在他那儿呢。然后我就跟他说嘛，找他要钱，他可倒好，拉着我一块儿，就非得说给人家劝架去。我觉得这个事儿吧，就是他朋友在向我们求助，被女朋友撵出来了这么大事儿，偏偏管你借钱，就是人家两个人不好意思，就是给对方台阶下，让咱们俩过去给人家个台阶下，劝好了，不就挺好的吗？这个事儿，他说是劝架去的，当着回来跟人家女方聊了，他可倒好，跟着我朋友女朋友一块儿骂我朋友，最后给人家搞散了。他朋友做的那个事儿太过分了，他女朋友哭哭哒哒的跟我说完，我觉得这是个女的，我就没办法昧着良心，非得说你就原谅他吧，因为这个事儿搁我身上，我肯定忍不了。啥事儿？就是他那天他女朋友过生日啊，头一天俩人说好要中午一起去吃自助餐，然后他女朋友早上8点多就起来化好妆，11点半就过去排队了。等到下午2点多，然后他朋友愣是没去，打电话打不通，找不到人，结果最后下午3、4点钟联系上，人家头天晚上包宿去睡过头了。那你说要是别的时间也就算了，偏偏是他女朋友过生日，那你说女朋友生日这么重要的日子，而且女朋友生日多重要的日子呀？多重要呀！女朋友的生日是女朋友他妈重要的日子，是他爹重要的日子，因为他妈遭了罪了，对女朋友来说并不重要啊。你把人给拆了？不是啊，你哥们儿恨死你了吧？不是，后来可不，人家后来两个人和好了，和好了更不搭理你了。哎，后来两个人和好了以后，后来我那朋友把我拉黑了。可不是嘛？他反正有时候还就像个八婆一样。有一次，然后我朋友的爷爷去世了嘛，然后没几天我们在一块聚餐，我就带他一起去的。我就临出来的时候，我就跟他说了一声，就说我朋友爷爷就刚去世，你最好到那儿以后说话注意点儿。到那儿他可倒好，挨个跟我朋友们偷偷的说啊，我朋友爷爷去世了，你一会儿就注意着点儿。对呀，那你就是得这样，那你光告诉我不行啊。那朋友聚会那么开心的地方，到时候人家伤心怎么办？你得把每个人都嘱咐到了，然后这样才能不让你朋友伤心啊。而且我也没当着你朋友面说，我不是背着他偷偷把每个人拉出去那么说的吗？这个事情人家本来也许就不知道这个事情，你非要搞得好像全世界都知道一样这个事儿。哎呀，你知道他为什么单单嘱咐你吗？就我觉得他可能就是希望我就是让他朋友别那么伤心。他就怕你说出去。我现在都感觉还不如当时就出来的时候就不要跟他说这个事儿了。对，这以后你把自己的嘴管紧啊！这就算傻可爱傻可爱的，这事儿不大呀，兄弟。还有吗？后来他会还有后来啊，后来他会影响我亲戚之间的关系。我表哥之前跟他女朋友都已经订婚了，然后我和他出去吃饭的时候，碰上我表哥女朋友和一个不认识的男生就从外面吃饭，然后他可坐不住了，他就非得把。你这个事儿怎么能叫我破坏你跟你亲戚关系呢？我这叫促进你跟你亲戚朋友之间的关系啊。不是主持人是这么回事，就是我们俩七夕节的时候，我俩出去吃饭。七夕是个什么节？就是中国情人节。没有，这叫乞巧节。牛郎织女相会的日子。对，牛郎织女不是一年就见一回吗？你也希望你一年就见他一回是吧？不是，然后我们俩就出去吃饭，这不是重点。重点是那天我们在那个饭店看见他表哥那个未婚妻跟另一个男的在那说说笑笑的在那吃饭。这没什么呀。这怎么没什么？关键是后来我跟他表哥他们说了之后，他表哥还不知道这事儿啊。你对于很多人来说，那我约严老师去吃个饭，恰恰赶到了七夕的话，我觉得没什么，因为对我来说七夕不是个节，2月14对我来说也不是个节，没什么呀。同事之间吃个饭怎么了？那关键是这个特殊的日子，我觉得很没什么。你觉得特殊，我没觉得特殊啊。但是大家都觉得很特殊，可能老师你不过年轻人的那个。对，这句话我同意。聊不下去了。哎，对，这聊得下去，确实我们有代沟。主要是你说在七夕节跟别的男的说说笑笑的吃饭，然后男朋友还不知道这个事儿，那我肯定得告诉他们啊，要不然马上都结婚了，难道让你表哥蒙在鼓里结婚吗？那你表哥多可怜呀！不是，
他表哥怎么就可怜了？那他表哥就是被绿了。说了，光跟我表哥说这个事情，我觉得还情有可原。但是就他现在已经搞得我全家人都知道这个事情，所有人都感觉我表哥女朋友出轨了。那你现在即使两个人没什么事情，你也搞得人家不好再在一起了，搅和黄了。万一要是个误会呢，姑娘？不是，那后来就证明了不是误会，因为要是误会，我就算说了，人家俩也不会分手呀，对不对？这真指不定就是个误会。我跟你说，不是每一个年轻人都过那个节的。因为你们年轻人过节，你们讨个吉利的口彩行不行啊？牛郎织女1年就会1次，你们想长长久久就每年只见1宿是吗？傻不傻的，就真给人拆了？不是我给人拆了，是后来他表哥跟他女朋友他们2个人去吵去问了，然后后来2个人这可不是心有芥蒂了吗？关键这个事儿他女朋友办的也不对啊，在这个日子跟别人吃饭。你不知道事实是什么呀？关键他表哥去问了嘛，那后来那肯定是有事儿啊。你也不知道他表哥是怎么问的。我在信任一个人和我怀疑一个人的时候，问法完全是不一样的了。但是我觉得这个事儿，我要是没看见也就算了，我要是看见的话，我肯定得说，要不然的话，我总不能让人家就是。你说你也得分方法，至少应该先跟你表嫂那天上去打个招呼啊。哎，嫂子，你在这儿呢，你问清楚嘛。太多的处理方法呀！我觉得光告诉我表哥其实也还好，现在我亲戚都知道这个事情了，就这事儿结也没法结了。他现在过来把这个事儿都推到我头上，当时我俩看见的时候，我想着上去问了，是他就说你就装没看见，你就当没看见，非要给我拉走的。对呀，人家没看见不就不说了吗？那他不让我问那个女生，我就得去问表哥了吗？哎呀，这个事儿确实处理的欠妥当，因为到现在为止，咱也不知道事实真相是什么。这个我现在理解了，还有别的吗，小伙子？我现在最接受不了的是，他现在已经影响到我正常工作了。我们总监带我出差回来以后报销款就打在我账上了，然后我们领导就跟我说，这个钱先放你这儿，后来等过一天我再找你来要。这个事儿我回去跟他说了，因为我钱都他管嘛，他也没问我，就直接跟那个总监打电话，就说那个钱都在他那儿呢，如果以后有需要就直接找他要。这没什么问题啊，那你钱本来就是我管啊，我就让你总监直接找我了呀。而且我觉得你总监那个人他就是想让你帮他藏私房钱，他老婆又那么凶，以后他老婆发现了有你好果子吃吗？我这不也是为了替你担着点吗？你这只猜测，你也不知道人家是不是藏私房钱呀？关键是这只是你自己以为的事，太可怕了。我一开始听着可笑，听到后来我就觉得缺点教养。你不能怪小伙子怕你，你看你弄的等于单位里头这个就算完了嘛，朋友圈里也臭了，亲戚圈里就好管闲事嘛。我承认我有些事情可能确实是就是做的方法不太对，但是他可以跟我说呀。但是他现在就是他什么事儿都不告诉我，不是我为什么要跟你说呀？你只是我的女朋友，你又不是我闺女。但是我们俩现在就是根本就不像是在一起了。他你们俩就应该不在一起啊！伤人吗？我这么说话？伤人，我可你不是一直就这么干的吗？我这不就学的你吗？但是我也你给他添了那么多的麻烦，我是为了他好啊，所以我才直接说给你啊。你说我这话混账不混账？我自己都觉得这话混账，哪有这么说人小姑娘的？哪有这么劝人年轻人就分开的？这不是都你干的事儿吗？我就给你比划一下，你就是这么来的。那我做的事情确实是有的时候就是结果不是很好，但是我初心是好的，我都是为了他好。没看出来你初心是好的。你从来没替他想过，你只考虑自己爽不爽。算了，我不跟你说了，因为我跟你年龄上有代沟。你还是听老师们的，他们很年轻。我们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这位女同学，你的这个对待事物的判断，就像你今天穿的这个衣服一样，你是黑白分明的，没有中间地带，但是你并不具备在很短的时间内去辨别它是黑色还是白色的能力。世界上有很多事不是你一眼就能看得清的，你得去了解很多这件事背后的故事，你才知道这件事到底是黑还是白。今天你们两个希望的是保卫你们的爱情，但如果你不把你身上这些看似的正义感去稍微收拢一点的话，这小伙已经算是坚强的了，能扛这么久。换另外一个，就你这杀伤力了，逃不过半年。你呀，手伸得太长了，
不知道人生的界限到底在哪儿。你只是他的女朋友，还没为他妻呢。你如果成为他老婆，你得管成什么样啊？一开始你帮人找狗，说你是热心肠吧，行。你说你管人家朋友的就情感问题，然后管人家装修，管人家的社交，管人家亲戚，跟你真的有半毛钱关系吗？而且真的，我刚才努力仔细回忆一下，我说是不是真的是我跟不上时代了？为什么现在就男女朋友一交往，男的就先把钱就给女的管，还没怎么地呢？为什么要把钱交给你管？而且人家领导把钱放给他，你还要主动给人家领导打电话，你算老几啊？这所有种种的一系列行为，说明什么？孩子，说明你是一个掌控欲极度强的女人。因为所有东西必须要在你的掌控当中，必须你说了算，我想怎么做就怎么做，我根本不管其他的。我打着是为你好的名义，我心疼你，我怕你们家出事儿。其实是因为在你的世界观和你的认知里面，你这个东西过不去，所以我执意这么做，完全没有边界意识，就是控制欲太强了，然后自私自大，自以为是。以为自己所有的世界观和价值观都是对的，你从来都没有好好的认真的去看一看这个世界，没有融入到这个社会当中，然后交了一个男朋友，就要求男朋友也必须按照你的价值观和世界观去跟你统一，凭什么呀？不是所有的事儿一定要按照你想象的样子和你要求的样子去那么发展的。一旦偏离了你心中的那个轨道，你就觉得这件事儿不对，我必须要伸张正义，我必须要管到底。最后你们肯定大家都感谢我，可是真正的事实是什么？不是所有人都按照你的样子活的，都围绕你转的。你在你们家是公主，可是这个世界上不是所有人都把你当公主的。所以醒醒吧，姑娘。控制欲不要那么强，手不要伸得那么长，你只是他的女朋友，做好女朋友该做的事就可以了。如果你再下一次谈恋爱还是这样的话，你每一段恋爱都会失败，每一个男生都会离你而去，因为太可怕了。谢谢。老师们在说这个女生的时候，我在想这个男生是怎么回事啊？就是这个女孩身上如此鲜明的缺点，如此让我们常人可能都不敢和她亲近的这些特质，你如何就义无反顾的走到了他身边？我相信他身上的，比如说正义感，他的所谓的嫉恶如仇，他与人之间的所谓的那种亲近感，其实是吸引你的最初。你们在一起多长时间了？2年了。2年时间，他没有伴随着爱情自己去成长，因为爱情其实是让我们成长的。对吧？这个成长是两方面的，可能我们会成长成一个被滋养过的更美好、更完整的自我，也可能成长成为一个把过去的不美好或者潜在身体的这些缺点释放出来的一个状态。他为什么2年过去了，无论是他的职场生涯还是恋爱生涯，都又前进了2步，他人却我觉得不进反而退了呢？你有没有责任？我们总结一段情感，我觉得是可能某一个人身上问题大一点，但是身上问题大的那一方他去检讨自己，我们这一方是不是也要检讨，才能让自己以后的路更走更顺呢？我觉得其实你在这段爱情当中也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就是纵容了他，就是没有去及时的纠正他，或者说你自己也没有能力去 hold 住这样一个女朋友。所以你们不应该谈2年，谈2个月就应该分手。他可能再碰到另外一个男孩，他就知道哦，我原来不能这样，哦，我原来男朋友教会了我什么，哦，原来成长应该是这样子的。所以今天你千万不要再磨磨唧唧说我再退一退，再看一看，就坚决的不要出来，不要回头，给他机会去成长，因为你的不够强大，真的也拖垮了他。这是我硬想出来的为你好的方向。因为一个巴掌拍不响，不可能你们这段感情中只是他有问题才走到今天你们要分手的地步，你也有原因。希望你也通过这段感情能有所成长。女生听完3位老师的话之后，你觉得应该做什么调整？我就是在想，为什么大家都说我错了，我知道我有些事情，但是我有的时候我也不是说只做这些事情，
但是我做其他事情，就是帮了他们的时候，他们都会谢谢我说我很棒，然后或者说怎么样，那我真的错了吗？你没有错，但是你通常好心做了错事，这是为什么？因为我们每个人的性格心理学上是有3个我的：本我、自我、超我。本我是什么呢？本我就是要自私嘛，我要为我着想。超我是什么呢？我要为他人去着想。而超我过度的人一种表现是什么呢？即使我生着病呢，我也要去帮你，明白吗？就通常我们可能有很多的养流浪猫狗啊，它已经其实不堪负荷了，但它还要养，因为它有爱心嘛，对吧？要帮助别人。而自我是什么？自我才真正来平衡本我和超我之间的关系。我们哪一头过重了，都是不好的，都是不健全的。你呢，就在这2者之间，本我和超我之间，你有时候不能平衡。比如说，你极力想帮助别人，体现自己的价值，对吧？比如说，晚上去帮助阿姨啊，去找狗啊，包括帮助他的父母去装修啊，都是好心。包括那个花瓶存在也是好心。但是错在什么呢？你在有时候帮人想做超我，体现自己价值，希望别人认可的时候，通常你由本我那边露出来了。比如说，你觉得那个他的表哥的女朋友是吧，跟异性在吃饭，你就认为他是错了。其实你在表达自己的情绪，你不认为这种是对的，但他并不一定是不对，也可能是一场误会。包括你好心去帮人家去劝架，结果呢到了劝架那场合，你听完全是在表达你自己的意愿。你说这是不对的，谁也不可能原谅的，结果你把人家给拆散了。你要平衡好自己的性格，是你的性格在成长当中没有得到一个很好的一个体现。千万不要把所有的自己价值的体现需要用别人的评价来去做到满足，也千万不要为了自己的一己私利，不顾别人的感受去满足自己的利益。平衡好这2点，你就是一个健全的成熟的人了。你呢？你要理解他。不理解她，我觉得不是一个故意捣乱的女孩，她有的时候也不是说想控制你，她就觉得压抑不住要体现自己价值的这个冲动，她需要磨练。同样，你如果要和这样的女孩去谈恋爱的话，你也需要成长。就这样。谢谢曲总啊。我们没有权利要求一个年轻的男孩去培养一个年轻女孩成长。恋爱不是培养，恋爱是互相成就，而不是一个人用自己的宽容教另外一个人去成长。我相信他这个脾气一时半会儿也改不了，未来他还会这样，因为这个亏他还没吃够，因为他现在让所有的人为他买单了，他自己的这种性格的东西，他没有为此而买过单。受伤的是他的父母，受伤的是他的朋友，他未来成长再成长，他还是这样，因为在他的世界观里面，他就有一个最简单的认识，叫非黑即白，这是他的性格。你们自己去谈这件事儿，一起进入真情热舞。我觉得我来这里就是想让你知道你的问题到底在哪里，因为我跟你说之前你也根本听不进去，现在我就想，既然我已经忍了这么久了，如果你现在和我说，如果你以后可以就是听我的，理解一下我觉得我再往后忍一忍也可以接受。我是真的没想通，就是我觉得我这个样子真的错了吗？因为我真的都是想为你好，然后想去帮别人一些事情。如果你真的觉得我错了，以后我放之前跟你商量商量行吗？我觉得咱俩以后商量商量，还是我也不知道我能不能改。如果我不能忘掉过去往事，您最后说这段话，逼得不得不再说一段话了。你比所有人都高吗？那你凭什么用你的标准来判断你要不要帮助别人呢？你认为好的，也许别人认为不好。你不是真正的伸张正义，你懂吗？你要是真正那种热心肠，是发自内心，你是看热闹的心态去帮助别人，自己会觉得自己是好心。但是从我们的角度看来，你是看热闹的心态。你看看你帮的这些事儿都是什么事儿啊？行吧，我们再说也就多了啊，你们俩的事儿自己考虑。谢谢两位，请回，请回，请回。
好了，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我们节目组的唯一官方报名热线是0223606301，有情感困惑的观众朋友可以来电报名，不收取任何的费用，小心被骗。来吧，请开门。有一种悲伤，是少之与你分开思念。你要用你的标准说，这就是个负心汉，对不对？你对他那么好，你帮了他那么多，他居然在这个场合把你给甩了，这个男人呐，负心汉呐，我说的都对吧？啊？因为他说的那些事儿，确实是我就是出于好心，但是给他带来了挺不好的感受。我觉得他说用这些说我，我确实，我觉得可能我是错了。所以我刚才那段话，我就是想告诉姑娘，我那么说就太极端了，我那么想也太极端了。这就是一段正常的爱情故事，在爱情当中出现了困惑和困难，老师们其实都提到了一个词叫成长。恋爱当中的成长就是受挫、反思、完善自己。加油好吗，姑娘？谢谢你，秦晖。有一种悲伤。好了，我们祝这对年轻的朋友能够在这段情感当中得到成长，找到属于自己的幸福吧。来了解下一对的基本情况，各位请看。他总是拿我和他前妻做比较，我觉得我就像影子一样。他总是很敏感，我说什么他都觉得不对。他现在遇到事也不和我说，我真的不知道这段关系还要不要继续下去。我很想和他继续走下去，但我不知道他为什么总是不满意。有请这对嘉宾，有请。于先生37岁，来自衡水，农民；马女士40岁，来自衡水，家教老师。有请两位，有请。欢迎两位啊！这位是您的对象，这位是您的男朋友。曾经有过一段婚姻。对，14年因为一次车祸，我前妻去世啊。有孩子吗？有。孩子多大？13了，有一个儿子。13了。您啥情况啊？40岁了。我是离异。有孩子吗？有一个5岁的女儿。现在跟谁啊？现在跟我。主要是觉得人家心里就是前妻，对不对？我觉得我融入不了他的生活，我永远都活到他前妻的那个阴影之下。我们在一起生活之后，有的时候就会收拾一些家务嘛。收拾衣服的时候，我觉得有些衣服已经很旧了，好长时间没穿了啊。还有什么卷边的呀，或者是那些褪色的呀，我觉得真的没必要用了。每年咱们都添新的衣服嘛，我就把这些衣服都扔了。结果呢，他说我谁家的媳妇儿跟你一样这样浪费呀？那些衣服吧，有的就穿了那么2、3次。有的还挺好，你说咱们庄稼人过日子是吧？不能每天干活呀，干嘛呢？总穿新衣服吧？我就说那些衣服留着干活穿也可以。我也是不喜欢有人动我之前的东西，啊，是不喜欢有人动你之前的东西，为啥呀？因为有的挺有纪念意义，我就想留下来。这是最可怕的，就是一旦人走了，曾经好还是不好都不重要了，反正留下的都是最好的，这太难了。你就说实话好不好？就是不愿意别人碰你以前的东西，是这意思吧？对，收拾衣服是这样的，还有别的吗？有呀，家里面碗呢、被子呀，这些全部是以前的，那碗都已经磕边了，那被子让人看起来就好长时间都是旧的，我就想换一下。那我不是同意你换了吗？是啊，你是同意我换了。结果呢，我早上把被子拿出去做了，等到晚上睡觉的时候，他就从以前的那被子里面拿出来一床盖以前的被子。还说什么新不如旧？那什么是新，什么是旧啊？那我是新的，你前妻是旧的呀。其实就是你想多了，我没有针对你，我就是针对那个被子嘛。那个被子针线活看上去都不舒服。那如果你要是接纳我，能接纳不了我做的被子吗？既然觉得以前那个针线活特别好，再也做不出来了，对吧？那咱就别让新人进来啊！你这么想嘛，就是我们彼此体谅一下。他现在进来，他就觉得你拿他跟你的前妻比嘛，你有没有考虑过他的感受？现在那桌子上都是他们3个人的那个合照，墙上还挂着他们的结婚照，儿子就是不让摘下来，
还有有一次我们出去吃饭去，他有一个朋友就过来给咱敬酒，就说那钱嫂子怎么样，感谢钱嫂子。那他也就跟着那个说，把我晾一边儿。那你说我算什么呀？其实那个事情是这样的，就是我同学他媳妇嘛，那时候是生孩子，到了预产期了，正好我前妻在他家呢，然后就给他打了个120，把他送医院去了。人家过来就是敬个酒，表示感谢呀，我就顺着人家的意思说了这么2句，可我也没说你不好吧？是啊，是没说我不好，但也不能全部的话题。好半天都在说前妻怎么样，你不会把话题岔开吗？现在是我在跟你生活，你不要让我总活在他的阴影之下，不行吗？听明白了，这个确实挺难受的。现在你们在一起生活，对吧？对。孩子之间怎么样？刚一开始他算是只能说是不太接纳我，但是也有一些事情就后来越来越不行了啊。比方说孩子过生日，我就买的蛋糕，买了点鲜花，我觉得孩子嘛都喜欢美的事物。当我把那个蛋糕和鲜花放下，我就出去买菜了。这个空档啊，孩子放学回来了，结果我买菜回来一看，花没了。那我肯定问呀，我说那花呢？那孩子说，我妈妈花粉过敏，家里不许摆放鲜花。他怎么处理的？结果他说呀，我前妻就是花粉过敏，那个花又不当吃又不当喝，他摆它干什么呀？其实我是想，孩子这么小就没了妈妈，他也没从那个阴影里边走出来，孩子现在性格都有点自卑。我就说，我们说咱们不要和孩子较真儿，是吗？这个事儿啊，咱们以后再说。那不是摆花不摆花的问题，就是你处理的方式。行，这事儿咱过啊，挺扎心的。除了这个之外，其他就还好吧？有呀，我生病了，他没在家，我就想着我去市里面拿点药检查一下。结果我在开车的时候，儿子就站到车前呢，怎么样都不该让开车。奶奶和姑姑就在一边劝也没用，儿子就说车是我家的，不许你开。我也没办法了，那我先回屋吧，吃了一点药，先缓解一下。他怎么处理的呢？等他回来跟我去那个市里面看病了，看病回来的时候，他说。要不你就先回你家待几天吧。那你说为什么出了问题让我走呢？因为你不是生病了吗？你们2个关系也不太好，我就想着让你回去养几天病，养好了再把你接回来。等于说，只要你跟他儿子之间有冲突，他就会让你回家，是这意思吗？对，他就向着儿子。现在儿子跟你女朋友关系怎么样？现在不太好。为啥呢？就因为这些琐事儿吗？我听他也没有做什么过分的事儿啊。孩子吧，现在他有点这个性格上有点内向，有点孤僻。13岁嘛，也可能是到了这个叛逆期的原因啊，就这些事儿吗？不光这样，我走了之后，他就一直不让我回来，他也没有说让我回来。后来是孩子的奶奶把我叫回来的，奶奶就出于好心嘛，就说让孩子改口管我叫妈妈，但是他们的态度让我接受不了，很强硬。后来我就跟他说这个事情，也吵起来了。他的做法是什么呢？把孩子叫过来，叫妈妈，不叫妈妈，今天就完不了事儿。那孩子就摔门而走。是您逼迫着他们一家人让孩子叫您妈妈，还是他们一家人逼着孩子管您叫妈妈？他们家人提出来让孩子管我叫妈妈。哎，这可以不叫嘛？可能就是我们这个太着急了，也是有点。咱们这么说啊，您别急啊。您觉得您女朋友对儿子怎么样？挺好的。OK， 这就够了。前期忌日的时候，提前几天我就各种准备祭品，准备一些东西。但是到了那一天，他的做法是什么呢？那你就在家吧，我自己去就行了，拎起东西来就走了。本来半天就可以回来了，结果呢，整整的1天，干什么去了？1年嘛，就去祭拜2、3次。有时候我就想跟他单独的多待一会儿，说说心里话，不知不觉的时间就长点。这个你应该理解和体会，就是他自己一个情绪的宣泄。而且我跟你说啊，也许他前妻生前跟他关系真的没有那么好，就是人不在了嘛，就是一个精神符号。这个您别吃醋，谁都有一个这个说小话的地儿，他只是把他前妻的墓地当成了一个说小话的地儿。他现在什么都不跟我说啊。有一次他拿着我那手机玩，那我就顺手拿起他的手机来了。结果呢，我发现他还和他前女友有联系。白替你说话了，还有前女友呢。你们怎么回事啊？结果他也不跟我解释，也不跟我说，拿起东西来摔门就走，整整2天的时间呀。那我不着急吗？我就到处找他，问他的朋友，问他的亲人，好多人都不知道。后来从他的朋友口中得知，他
他的前女友啊，以他的名义借了10来万块钱，现在是他在还那个钱。确实是这样，因为我前女友就是我结婚之前交往的，当时我们就是奔着结婚去的，借点钱嘛，然后做点小生意，但是赔了。不是，您这个厉害呀，听起来挺专情的啊，其实也没那么专情啊。换而言之，就是在你婚姻期间，你还跟前女友保持着联系呢，对吧？给他打电话，其实嘛就是想追回这笔钱来。不，我可不是这么倒的啊。你前妻在的时候，你是跟前女友联系的，对吧？他知道这个事情。知道啥呀？知道里边这钱的事儿。对呀，你前妻不生气吗？生气。对呀，所以你跟你前妻没有你要呈现的关系那么好啊。也不是，这有点欺负人啊。把前妻搬出来压所有的人，你这什么意思啊？因为那是我们结婚之前的事儿，这么多年都没要回来？没有，那就别要了呗。等于结婚之后跟前女友也是这个牵牵扯扯没断过嘛，对不对？基本上就是打一次电话就是吵一次架。你看他的行为模式很有意思啊。我跟前女友的联系，我不管是情感还是债务，反正我让你说不出来，是因为他欠我很多钱，我跟他联系是因为我要钱。我跟这个没关系，是这样吧？对，他前妻在的时候，这是他有所谓的这个情感的小漂移或者争吵解决争吵的一个模式，是拿一个外债，别人欠我的钱来说，没错吧？等他前妻去世以后，他跟他现在的女朋友所有的争吵模式的死底和死扣，是他去世的前妻，你这不对呀！我一开始以为他是对前妻情深呐。我这听起来好像不是啊。那2天我实在真的很着急，后来从他一个朋友口中得知说，要不你就真的着急，你去看看他前妻目前有没有他。您是真在那儿待了2天吗？对。夜里也在那儿待着？睡在墓地那儿？对。你们俩吵了一个架，你去那儿干嘛呀？值当的吗？有时候啊，就是说我不想。那你别谈恋爱了，您谈恋爱不就等于欺负人家吗？你喜欢他吗？喜欢。喜欢他什么呀？喜欢他这个性格。他啥性格啊？挺外向的。你愿意跟他好吗？我愿意。那你跑前妻那儿干嘛去啊？就是说有时候我也是需要一点这个个人空间。忌日什么你可以去，但是为什么你吵了架能跑到前妻的墓地里面待2天，而且还在墓地里住了1宿？这是为什么？那时候也可以说是一个倾诉对象嘛。有时候您有什么痛苦啊？您跟前女友没断干净，你跑到前妻那儿，你这怎么说呀？因为我前妻也知道我前女友，然后以我的名义借钱这个事儿，他那时候也希望我把这个钱追回来。你看，又搬出了一个逝者的愿望，你反驳都反驳不了。追回来了吗？没有。还追吗？有那个心，但是感觉希望不大。那就别追了呀。累吗？累。干嘛还谈啊？为什么不找一个这个能够翻篇的正常的在一起生活的人呢？我觉得我们俩好像很有缘分。刚开始我是因为坐他的车，聊聊知道是一个学校的那个校友，后来呢又去他家的那天，又发现他的妈妈以前在我家打过工，我跟他的妈妈的关系一直很好，好像是缘分的驱使嘛。现在不谈了多久了？谈了4个多月了。4个多月就出现这么多问题？对，他有事情他都是去他前妻那儿，有的时候去半天，有的时候去1天，这次去2天，而且把自己弄得特别糟糕。所以今天来的目的是什么呀？我希望他能接纳我，毕竟孩子也是无辜的，也需要一些母爱，咱们还要继续以后的生活。对，你就说的特简单，你要真的过不去，你就单身一辈子，守着他。我觉得没什么，爱他可以啊。你要想开始新的生活，你就把它放在心底，默默的去做，不要让你身边人受委屈。这2条路吗？干干净净的，你干嘛呢？听听老师们怎么说。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您一直口口声声说让他接纳你，是吧？对。但这有个大前提，就是你必须接纳他忘不了亡妻这件事，包括他的孩子。这就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那这种活在他前妻的这种阴影下的憋屈、委屈，这种痛苦，您能忍受吗？如果能忍受，我看这位先生他也是希望和你在一起的，对吧？但他无力去改变。如果不能忍受，
那我们扭头就走。马女士，你想一个问题了吗？就是你在跟他认识接触之后，你是否有一大多数的情绪是被他这个一直对于亡妻念念不忘的这个深情所打动的？对。然后你就觉得你应该是那个能够温暖他，并且陪他走出这个痛苦的记忆和回忆当中的一个人，对吧？对。第一，你对他的期望过高；第二，你对自己的期望过高。你对他的期望过高，我指的是什么呢？就是你觉得是真的。有的时候，他知道这种的长情和念念不忘，会让任何的一个身边的人看起来都会觉得这个男人重情重义，他是真的被自己所感动了，然后就陷在这种感动的情绪当中出不来。我们也理解，也不是说完全去诋毁他对前妻的这种感情，确实人突然一走会让人没有着落，就会没有抓手，就跟那个就病床上躺几年的这个有心理准备的是不一样的。但是5年的时间，我觉得他应该有足够站起来的勇气和重新面对生活的勇气，并且也应该是给儿子做一个好榜样。但是他没有能够承担起或者说扛起生活的那个责任。那你对他的期望过高，就是你觉得这个男人太重情重义了，对你也一定不会差，这是你的妄想。第二就是你对你自己的期望过高，不要妄想去代替一个已故的人在他和他儿子心中的位置。就是甚至你们2个人才相处4个月，你就去擅自收拾他的家里面的那些东西，这是以前没有过女主人的屋子，你去动这些东西，我觉得你就有点太把自己当成这家人了。这个东西好也好，但不好也不好。这些东西可能你不动还好，你一动你就勾起我那个念想了。所以我觉得降低期望值，但我也是同样持不看好的观点，因为我觉得这条路太难走，太艰辛了。您已经到这个岁数了，也经历过婚姻的失败，然后您也有自己的孩子，何必要让自己和孩子为难呢？所以我觉得不合适，也就4个月嘛，赶紧分。谢谢。谢谢沙大老师。严老师，我们听像不像这样的一种情况？抛开你们2个，一个男人追求一个女人的时候，跟她哭诉我对我的前任多么的忠心，多么的深情，我为了他怎样怎样，泪流满面。但是他种种原因离开了我。我曾经家庭多么幸福，但我家道中落，我的父母生病，他们背上了外债，我们全家多么的艰难，我多么的孝顺我的父母，爱我的家庭，多么打动人心。我现在和你相处了，在一起了，你看分手10几年的女友还会跟我有联系，还会跟我有钱上没有完成的一些关联，此情未了，有竞争关系。你看很多人惦记我，你听起来像不像这样一种我们常常说的千万不要被谁洗脑？我不能说这个先生是故意的，是套路的，但是他这样的一种人设，尤其像你这样的中年女性，渴望再婚家庭温暖的女性是逃不掉的。就不怪你爱上他，不怪你陷进去，不怪你说哎呦我很想当这个孩子的妈。可能就接近他的，在他身边人都会被这份东西所打动、卷入、陷入，然后心甘情愿的给他做一个受气的小媳妇儿。他在这场关系中根本不尊重你。你想想，如果你们是真的有感情，他真的在意你，你们吵架，他一定不是去亡妻的墓前，他宁可去哥们那儿喝顿酒，因为他心里想的是你俩的事儿。他跑到亡妻墓前去倾诉，这不是扎你的心吗？换位思考，你跟他吵架了，你去找你一个男性朋友聊天，他还能找你那男性朋友打个架呢，你找谁打架去啊？他根本就不尊重你，所以这不是一场真正的爱情，所以赶紧离开啊！先生，我想说的是，不需要一个女人，你自己过挺好的，真的，你可以把所有的心事跟你的亡妻讲，你会让所有人都尊重你，知道你痴情。你会让你的儿子尊重我父亲从一而终，此生此志不渝，只爱我的母亲。你也可以选择一个女人好好去爱，然后把往事留在心里，并且告诉儿子，我们这一生永远要心怀感恩，
我们感恩曾经母亲给我们生命，养育了我们童年时期。我们感恩生活中又出现一个女士，她给我们爷俩的生活带来了欢乐和温暖。你的儿子为什么会这么叛逆，这么有抵触呢？不怪他哦，怪你。你给儿子树立什么榜样？家里边来了个阿姨，照顾你们吃喝，过生日买花买蛋糕，你动不动就拿前妻说事儿，家里边摆着全是亡妻的照片，这孩子他能不拧巴吗？既忘不掉母爱，又无法接受眼前，这对孩子是一个巨大的伤害。你用这种方式陪伴他成长，你这个儿子将来的感情也出问题，将来的人际交往也会出问题的。给他一个温暖正向的环境，要么咱就不找，要找了就珍惜眼前这个阿姨，全家都要感恩。你的儿子就顺溜了，就不叛逆了，将来在情感上也会收获一份相对健康的情感。所以如果不爱他，我们就先自己过一段时间，把爱给了儿子，把爱给了你的父母，好好的生活。真的有一天打开心扉，愿意对一个女人好的时候，全心的接纳她，把家里照片都收起来，放在最珍贵的一个角落里，心里去惦念，好不好？行，谢谢。谢谢严老师。曲总，你希望自己成为一个有责任感的男人吗？你试图营造这种气氛，你试图去打造这个人设，但你做的里外不是人，害了你自己，害了你孩子，也害了爱你的女人。你这是要打造一种专情的男人形象吗？恰恰你却做了移情的事儿。如果你真是对亡妻心怀感恩、爱情，甚至还有一些愧疚，你就不应该去试图去谈另外一场恋爱，因为你寂寞，你动机是自私的。6年过去了，还在给一个孩子营造自己母亲去世的这个悲痛氛围当中，是你过于自私，关注自己感受而不顾及他人的表现，甚至于是自己的亲生孩子。孩子失去母亲应该是6年前的事情。如果你有正常的一个对待，关注孩子的心理健康时，他会很快过去的。不要用那种仪式感，对不对？让他始终对自己的妈妈念念不忘，以至于对于这个阿姨莫名其妙的抵触。而这个始作俑者就是你，他的父亲。而你做出了那些让我们一般人不能理解的事情，在亡妻的墓前待了2天1宿，更多的是你愧疚。你觉得你对不起亡妻呀，对不对？你要真对她专一的话，你怎么可能让另外的女人进来？而且这不是第一个，这是尝试的另外一个。所以你做的全都是围绕自己的感觉，围绕自己的喜怒哀乐去左右别人的生活，把自己生活搞得一团糟，而且还强迫孩子说叫妈妈这2个字儿，你给他赋予了6年多的沉重的字眼，他怎么可能向另外一个人去叫出这2个字儿呢？真正爱是让亡妻最爱的那个孩子健康快乐的成长，而不是因为一个人逝去毁掉了一个家庭，明白吗？谢谢曲总啊。人不要活在戏里，这个就是你太入戏了。一旦你跳出戏的时候，你自己都受不了。您要想做一个所谓从一而终的好父亲的形象，您就忍了。您要想做一个凡人，您就把该放下的东西放下。没有那么爱他，有那么爱吗？哼，走吧，别陷在这里面，咱无能为力。剩下时间留给你们，你们自己琢磨，一起进入真情的。随儿，经过这段时间的相处，我觉得你对我确实是挺好的。有时候我也是想着忘下一些事儿，不想提以前的事儿了。可能也就是我的一切做法让你误会了。我是想着把咱们这份感情给继续下去。谁为你感动？如果对于儿子，对于家，其实说太多的就是，有的时候我总是想，可能就是我做的不好，做的不对，我总是想着改变一些，但是我发现好像有的时候真的无能为力。我再考虑考虑吧。
他所爱的人。再最后说一句您不爱听的，这有个13岁的儿子，现在你们俩合流了，儿子还没合进来呢。下一步您带那闺女怎么进这个家呀？那个哥哥怎么对这个妹妹呀？想清楚吧。谢谢两位，请回，请回。好了，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欢迎大家登录优酷视频观看节目的完整内容。接下来我们看看这对情侣作何选择吧，请开门。你还有什么话要跟女士说吗？刚才一听这个专家说这么多，我感觉我应该给儿子树立一个榜样。然后呢，我既然开启这份感情，我就想继续走下去。啊，那是您的事儿啊，就是以后给您建个议，慢慢的要让孩子理解和接纳一件事情，他的妈妈已经离开了这个世界，那是妈妈的无奈，那是生活的无奈，你是爱他的，然后要告诉他说，爸爸是爱妈妈，但是妈妈走了，爸爸未来可能需要一个人照顾，让他先接受这个事实，学会跟别人相处吧，先好吗？行，谢谢您啊，请回，请回，请。有一种悲伤，有网友提问说，我和我老公在一起总是开心幸福很少，痛苦很多，一次次的让我失望到绝望，绝望中的一次他变成了魔鬼，一路的追打我，下手极其的重。那一次呢，我彻底死心了，感觉再在一起就是一种侮辱，但是他不离婚，假如我走了他不会让我见孩子，现在就这么拖着，太痛苦了，也不知道怎样才是对的。家暴一定是零次的容忍，这句话我一定要重申一遍。如果发生家暴，没有其他的退路，第一时间报警取证。那现在他已经实施完家暴的这个过程了，这个婚不是说他不离就能不离的，你只需要告诉他一句话，咱们法院见。再一次的谢谢4位老师跟我们做的精彩的分享，感谢电视机前观众朋友的收看和陪伴，我们下期节目再见，谢谢大家。